在一堆科学家和奥运冠军中间，凭什么站着一个演员？2026年中国品牌青年榜揭晓那天，我盯着前20名的名单看了很久。菲尔兹奖得主在，王星星在，孙颖莎在，郑钦文在，泡泡玛特的王宁也在。清一色的硬核履历，数学、机器人、竞技体育、新消费，随便拎一个出来都够写半部创业史。然后第20名旁边出现了王一博3个字，文娱行业，独一份。这不是他第一次出现在这个名单里，3年了，连续3年。一个演员、歌手、职业赛车手，年复一年的跟科学家和奥运冠军挤在同一张榜单上。说句实在话，这件事本身就比任何单项成绩都更值得琢磨。先搞清楚这张榜到底在筛什么。很多人看到青年榜3个字，第一反应是又是流量游戏。但 Top Brand 品牌联盟联合 BURC 品牌研究院搞出来的这套东西，逻辑跟热搜完全不是一回。试样本池5000多人，最终只留500。评判维度拉成5条线：行业话语权、社会影响力、社会责任感、公众形象、长期关注度。注意那个长期，他不看你这个月上了几次头条，他看的是你5年后还能不能被公众记住，被行业认可。换句话说，这是一套反速朽的筛选机制。流量可以刷，话题可以炒，但长期关注度这4个字没有捷径，你要么持续产出，要么被遗忘。王一博的品牌指数落在 959.12， 在文娱赛道里断层式的甩开第2名。这个分数不是粉丝打头打出来的，是5个维度加权算出来的。他到底在跨界还是在跨壁垒？多栖艺人这个词用的太烂了，唱歌的去演戏，演戏的去综艺，大家管这叫跨界。但王一博做的事情更像是拿着一把钥匙去开一扇又一扇本不属于娱乐圈的门。先说电影，无名、长空之王热烈，3部院线作品摆在那里，票房数字不需要我复述。真正让行业侧目的是另一件事，他成了95后男演员里第一个同时拿到金鸡奖和华表奖最佳男主角提名的人。这不是粉丝觉得他演得好，这是中国最权威的2个电影评奖体系同时递出了认可。而且无名这类作品天然带着文化输出的属性，他的脸出现在国际语境里，代表的就不只是个人了。再说赛车，这不是综艺里开2圈卡丁车那种体验。China GT 正儿八经的职业赛事，他拿过冠军。职业赛车手的认证不是经纪公司发通稿发出来的，是要在赛道上真刀真枪跑出来的。一个演艺圈的人，硬生生在另一个完全不相干的领域拿到了专业级成绩，这件事的稀缺性可能比拿一个电影奖还大。然后是纪录片，探索心境系列，他是发起人，连续2年美国泰利奖金奖。泰利奖在纪录片和影视制作圈的分量，懂行的人自然清楚。他把个人对户外、对自然的兴趣做成了一个有行业认可度的内容产品。你发现没有？这些赛道之间几乎没有交集。演员、赛车手、纪录片发起人，3个身份需要的能力模型完全不同。他不是在同一个圈子里换不同姿势，而是真的在打破圈层壁垒。这种多领域硬认证才是榜单里行业话语权那一栏给他高分的底层原因。商业世界用脚投票，比任何评论都诚实。30多个代言，这个数量本身不算什么，关键是结构香奈儿、罗意威3大顶奢集团同时选中他。安踏、百雀羚这类国民品牌也长期绑定。奢侈品牌和大众品牌的受众逻辑、调性要求完全不一样，能同时被2端接纳，说明它的形象弹性极大，且没有明显的圈层天花板。但更说明问题的是一个数据，续约率远超行业均值。做过品牌投放的人都知道，代言人市场是典型的季抛型合作，今年用你，明年换人，忠诚度极低。续约率高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品牌方在1年合作周期结束后复盘 ROI， 发现这笔账算得过来，甚至超出预期。不是粉丝冲一次销量就完事了，是持续的、稳定的市场转化。品牌方式最理性的群体，他们不追星，他们看数据。王一博能在这个群体里建立起长期信任，这本身就是一种极其稀缺的品牌资产。最难守的不是流量，是干净。榜单5个维度里有一个特别容易被忽视，但权重极高。公众形象在一个热搜可以毁掉一个人的时代，王一博几乎保持着零重大负面争议的记录。没有塌房，没有翻车，没有那种让品牌方法务连夜开会解约的事故。你甚至很难在舆论场上找到一个被广泛传播的关于他的负面标签。这件事听起来平淡，但放在内娱的大环境里，它是最难维护的。多少顶流一夜之间因为一句旧话、一段旧视频、一个前员工的爆料而商业价值归零。他能在这个维度上长期稳定，背后是对自我管理的极度自律，
也是团队对风险边界的轻型把控。对品牌方来说，不出事3个字，有时候比带了多少货更重要，因为它代表的是一种确定性。我签了你，不用担心明天早上起来要发解约声明。当个人影响力被嵌入更大的叙事，如果说前面说的都是他为自己挣到了什么，那真正让他的品牌价值从商业层面跃升到社会层面的是另一组身份。COP29 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中国青年代表， COP30 中国角形象大使，巴黎奥运会火炬手，野生救援公益大使。你仔细看这几个头衔，他们指向的不是娱乐圈，而是气候议题、国际体育、生态保护。它的流量在这里不再服务于某部电影的票房或者某个品牌的 GMV， 而是被嵌入了国家叙事和全球公共议题。用流量为正能量服务这句话说的人很多，真正做到的人极少。因为这意味着你要把一部分商业价值让渡给公益属性，要在品牌方的 KPI 之外承担公共表达的责任，要出现在那些不赚钱但有意义的场合里。他做了，而且不是做了一次就完了，是持续地反复地出现在这些位置上。所以为什么是3年？回到最初那个问题，3年不长，但足够让偶然变成必然。第1年上榜，你可以说是当年表现突出；第2年，你可以说是惯性加成；但到了第3年，当评委和算法已经看过你所有的牌，你依然站在那里，那就只剩一个解释：你的价值结构是稳固的，不是靠单一爆款撑着，而是多条腿同时落地。影视有作品，赛车有成绩，纪录片有奖项，商业有续约率，公益有持续投入，形象有长期稳定。5条线拧在一起，形成了一条护城河。这条护城河不是某一部电影挖出来的，不是某一个代言垒起来的，是时间、选择和持续行动共同浇筑的。在一张汇聚了最顶尖大脑和最强健体魄的榜单上，一个文娱从业者能连续3年站稳，这件事本身或许就是他最有力的品牌证明。不是因为他比科学家更聪明，也不是因为他比运动员更能吃苦，而是因为在一个极度碎片化、极度速朽的时代，他把自己活成了一个长期主义的样本。